嗨，大家好，這裡是大陸每日新聞。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播客。今天我們要聊的呢，是一個大家都非常關注的案子啊，就是梅姨案。那我們会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帶大家梳理一下這個案件的時間線以及目前最新的進展。同時呢，我們也會聊一聊這個法律層面大家比較關心的，比如說這個年齡到底會不會影響最終的量刑啊等等。然後最後呢，我們也会一起來聽一聽这个受害人家屬的聲音、法律界的聲音以及社會大眾的聲音，他們是怎麼想的。好的，那我們開始今天的內容吧。咱們先來聊第一個部分啊，就是揭開這個案件的全貌。梅姨案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間線，和現在的進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這個案子呢，其實它是從03年開始到05年之間，在廣東的增城還有博羅這一帶啊，有9名男童被拐賣。然後呢，這個案子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被公安部和廣東省公安廳列為了督辦案件，成立了專案組，一直在追查。跨度這麼長的時間，那後來就是怎麼把這個主要的嫌疑人鎖定的呢？就是16年的時候，這個張維平他和另外4名涉案人員落網了。然後他在審訊的過程當中呢，就供出了梅姨這個關鍵人物。但是呢，梅姨的真實身份一直沒有辦法確定。直到2026年的3月21號，警方才終於把這個謝某某抓獲歸案。那這個時候呢，其實9名被拐的兒童都已經被找回了。那現在這個案子呢，已經到了審查起訴階段。就是這個梅姨，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在這個拐賣兒童的這個網絡裡面，她到底是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梅姨其實她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中間人。就是張維平他拐賣的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通過他再賣出去的。那他就是專門負責聯繫買家，然後抽取佣金。對，就是整個這條犯罪鏈條，它是一個核心的環節。所以為什麼他落網了之後，就標誌着這個案件取得了一個重大的突破？就是這個梅姨她落網了之後，在社會上面激起了什麼樣的反響？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啊，就是各大新聞媒體全部都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報道，然後很多網友也在評論啊，說這個真是大快人心，受害的家庭呢也終於等來了這個正義。對，就是這個案件其實讓全民打拐的這個氛圍又變得更加濃厚了。對，也讓大家對於徹底杜絕拐賣兒童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希望。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二個部分了啊，我們要聊的是法律的要點，年齡對於量刑到底有什麼影響？那我們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刑法對於75周歲以上的老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面有哪些特別的規定？這個其實是有的，就是中國的刑法裡面對於年滿75周歲的老年人犯罪是有從寬處理的這樣的一個規定的。比如說，如果是故意犯罪，是可以酌情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那如果是過失犯罪的話，就必須要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所以說，這個年齡真的是會直接影響到最後的這個判決。沒錯，沒錯。而且就是75周歲以上的老人，除非是用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人死亡，否則是不能適用死刑的。對，然後包括如果是被判3年以下的輕刑的話，如果符合條件是必須要緩刑的。對，包括如果是身體不好，還可以監外執行。對，就是整個的處理會比普通的成年人要更輕。那如果說像梅姨這種，她的實際年齡已經超過75周歲了，那她這個年齡會不會讓她的這個判決變得更輕一些呢？如果說她真的是審判的時候已經75周歲以上了，那肯定是會的，就會依法不能對他適用死刑。然後他如果是比如說自願認罪啊，或者說有其他的一些情節的話，還可以再減少他的基準刑，最多可以減少40%。所以他有可能爭取到更短的刑期。沒錯沒錯。而且如果他最終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話，只要他不是累犯，他是必須要緩刑的。對。然後包括如果他身體不好，還可以監外執行。對，就是整個的處理會比普通的成年人要更輕。那就是說，在這個法庭在給這個老年人判刑的時候，年齡到底是怎麼被認定的？這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就是他的年齡的認定，就是以他的身份證、戶口本、出生證明，或者說人口普查的一些原始的記錄，這些東西為準。對。然後這個年齡是算到他判決確定的那一天，就是他如果是在這個期間過生日啊什麼的，都要算進去。如果說這個年齡就是有爭議怎麼辦？如果說這個年齡有爭議的話，法院或者說檢察院是會去做一些調查的。就會去調一些檔案啊，然後找一些證人啊，甚至做一些技術鑑定啊，來確定他的真實年齡。因為這個年齡直接會影響到他是不是可以從寬處罰的這個。我們來進入第3個部分啊，就是我們來聽一聽
受害人家屬的聲音，好吧？我想知道他们在梅姨落网之後有什麼樣的反應，然後他們有什麼樣的訴求。就是當他們得知梅姨落網的那一刻啊，有一些家長是激動到甚至說嘔吐啊，然後有一些家長是直接就跪倒在地上啊，就是非常的情緒崩溃，就這些年的煎熬一下子就爆發了。对，就他们的这種痛苦真的是常人沒有辦法想象的，聽上去真的讓人心碎。對，他們現在最大的訴求就是希望梅姨可以如實的交代所有的細節，讓他們能夠找回更多的孩子。對，然後也希望法律可以判處梅姨死刑，他們也準備要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來維護自己的權益。那你怎麼看，就是這個法律圈的人怎麼看梅姨在這個拐賣兒童的案件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業內的律師還有一些專家，他們都認為就是梅姨她是屬於那種拐賣兒童犯罪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她是屬於那種中轉呀，然後聯繫買家這種，對，屬於核心成員。就是他這種情況是不是很嚴重？對，非常嚴重，因為他是涉及到多名兒童，而且他是屬於這種共同犯罪當中的主犯。對，所以他是完全是符合這個刑法裡面的這個情節特別嚴重這一檔的。對，所以他是有可能被判處無期甚至死刑的。對，然後另外就是說這個案子其實也不存在什麼追訴時效的問題，因為他已經被立案了，而且他是屬於逃避偵查的。對，另外就是說這些受害的家庭是可以主張經濟賠償和精神賠償的。你覺得就是梅姨落網這個事情在社會上面激起了一個什麼樣的反響？就是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啊，各種媒體都在報道，然後很多網友都在評論說這是打拐的一個巨大的勝利啊！大家都覺得說這種人販子就應該嚴懲，也讓大家對於這個法律的信心，對於警方的信心更強了。感覺好像大家對於打拐這件事情的態度也變得更堅決了。沒錯，沒錯。就很多評論都說嘛，說這個事情讓大家知道，就是你再怎麼逃也逃不過這個法網，然後也讓大家知道說拐賣兒童這種事情是絕不能容忍的，包括買家也要受到懲罰。也有一些人就是說呼籲嘛，說希望能夠加強這個基層的治理啊，加強這個普法的宣傳啊，讓天下無拐這個理想真的能夠實現。好吧，今天我們聊了這麼多啊，關於梅姨案的一些進展，然後也聊了一些法律上面的問題，也聽到了一些社會各界的聲音。那這個案件接下來會怎麼發展啊？大家其實還是非常關注的，包括這個正義到底能不能夠徹底的實現啊，我們也會和大家一起持續的關注。那這期節目咱們就到這裡了，然後感謝大家的收聽，咱們下期再見，拜拜。